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2月10日，呢幾日我廢寢忘餐啦，就閱讀咗成套咧劍橋伊斯蘭世界史，就做咗啲筆記，因為咧世界多事之秋啦。喺敘利亞咧竟然用7日嘅時間咧就結束咗13年嘅內戰，呢個咧令到好多人咧都高興起上嚟啊！尤其是喺英國或者歐洲咧，有啲人認為敘利亞打完內戰啦，咁嗰啲難民就可以翻去咯，咁所以咧呢個嘅經濟問題啊有機會得以改善，咁呢個係第一種我今日要破障嘅。第二咧就係中國咧成日咧宣傳啦敘利亞嘅內戰啊，其實就由2011年阿拉伯之春開始發生噶嘛，咁就係英國啊、美國啊、歐洲嘅勢力咧去推動嘅，咁呢個當然好明顯同事實不符啦，因為咧當時啊無論係利比亞嘅卡達菲總統，還是係呢個嘅穆巴拉克埃及嘅領導人，其實都係親美親西方喎，所以咧阿拉伯之春咧無端端推翻咗兩個親美親西方嘅政權咧，呢個係不合理嘅。咁阿拉伯之春更多咧係民間自發去反獨裁嘅運動，而喺2011年咧阿拉伯之春嘅情況底下咧，敘利亞就打起內戰啦。呢個內戰咧就一打咗13年，就因為有外國勢力參與啊嘛。呢個外國勢力咧就係咩咧？阿拉伯裏邊咧有好多勢力係參加咗，不特止俄羅斯都參加咗，因為喺敘利亞就係有俄羅斯嘅空軍基地同埋海軍陸軍嘅勢力喺裏邊，係成為咗俄國咧喺近東一個好主要嘅補給站啊！咁所以啦，喺俄國嘅支持底下咧，過去嗰13年嘅內戰啊，俄國就提供空軍，有空優，就大量空中嘅情報咧，可以話俾政府軍知，而且俄國嘅空軍咧，亦都參與咗呢個嘅政府軍嘅作戰喎。咁所以咧，反叛軍咧冇可能咧係攻到入去大馬士革嘅，因為有實力懸殊嘅情況底下。第二啦，就係有黎巴嫩真主黨嘅支持，同埋呢個嘅伊朗嘅支持喎。咁所以咧呢個嘅敘利亞咧，巴沙爾總統呢個嘅阿薩德家族可以喺過去嗰10幾年嘅內戰裏邊咧，仍然穩如泰山。呢點咧就係因為有整個伊斯蘭世界裏邊嘅什葉派支持，幾乎有什葉派一致嘅支持啦。呢個叫新半月灣嘅陣營啊嘛。因為咧喺呢個伊朗係什葉派嘅大本營啦，而喺黎巴嫩嘅真主黨亦都係什葉派裏邊一個有力嘅組織。呢啲嘅支持底下咧，阿薩德家族咧可以繼續維持咗呢個嘅軍事獨裁，咁但係呢個世界咧就有黑天鵝啦。個黑天鵝係乜嘢咧？就係突然間出現咗俄烏戰爭，俄烏戰爭啊令到俄國要喺敘利亞抽調大量嘅軍力咧上到烏克蘭嘅戰場，咁所以咧而家佢就冇咗空中優勢，就係因為嗰啲空軍咧就去咗烏克蘭啊嘛。呢個第一，第二啦就係俄烏戰爭咧打到膠着嘅時候咧。敘利亞係派兵去幫忙嘅，結果令到敘利亞嘅政府軍咧，亦都係損傷慘重，未至於全軍覆沒，但係都幾乎咧係元氣大傷啦。咁所以咧，佢再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好難對付到今次嘅反叛軍。結果反叛軍咧呢個嘅 HTX 咧，竟然係用7日時間就攻陷咗首都咯。正正係因為同時間以巴又發生嘅戰爭。令到原本呢個嘅阿薩德家族咧嘅堅定盟友伊朗同埋黎巴嫩真主黨係要忙於應付以色列，互相空襲緊對方嘅情況底下，佢就冇任何嘅軍事資源、經濟資源係支援咗呢個嘅巴沙爾總統，令到政府軍呢嗰個經濟其實受到極大打擊。呢個嘅敘利亞嚴重嘅通貨膨脹。令到啲軍人咧都無心戀戰，佢哋生活係越嚟越差啊！其中咧一個原因咧，可能同中國都有關嘅，因為咧敘利亞4大盟友咁頭先所講過黎巴嫩啦、俄羅斯啦、伊朗仲有最後一個就係中國啦。中國咧過去嗰10幾年一直堅定咧係視呢個敘利亞為戰略伙伴投資咗咧數十億美元。咁唔單止係投資數十億美元喎，仲咧之前多次喺論壇裏邊講過咧，係會嚟緊有數百億美元嘅援助同埋投資。咁但係有幾多錢最後到位咧？呢個同中國嗰個近年經濟不景政府財政吃緊有冇關聯咧？即係如果中國能夠落實到過去10幾年對佢嘅承諾，係以8億美元計嘅投資咧，可能咧呢個嘅巴沙爾總統咧未必會一下子倒台嘅。咁因為佢今次咧內憂外患啊嘛，國內咧啲人咧又唔支持佢，因為經濟嚴重啦，通貨膨脹咧係高達以150幾個% 嘅發展啊，
咁所以軍人都唔再支持佢啦，政府嘅人員都唔再支持佢，結果7日俾人打贏咗。咁但係問題嚟啦，到底會唔會令到呢個嘅敘利亞變得和平咧？個局勢會唔會發展得好咧？咁呢個咧，我從伊斯蘭世界史嘅角度咧去睇，我認為就唔會啦。個原因係點解啊？就因為咧巴沙爾總統啊，其實咧就係從佢個父親老阿薩德就1970年開始上台，至今咧就已經有53年歷史啊嘛。咁但係問題呢個巴沙爾嘅家族咧，其實就係屬於伊斯蘭世界裏邊一個另類一個異端嚟喎，就叫阿拉維派。咁首先要介紹下咧伊斯蘭嘅幾大教派先。伊斯蘭咧一般咧而家全世界最大嘅教派咧就係遜尼派啦。其次咧就係呢個嘅什葉派。遜尼派同什葉派佢哋核心嘅思想嘅分別喺邊度咧？遜尼派係主張咧喺穆罕默德死後，邊一個成為咗佢哋嘅宗教領袖咧，就透過選舉而產生嘅。但係什葉派就唔同喎，什葉派咧係主張咧係透過血緣去繼承嘅。什葉派係主張佢死咗之後，就由呢個嘅女婿兼佢個堂弟喺穆罕默德死咗之後咧，穆罕默德有個女婿，個女婿咁啱又係佢堂細佬嚟嘅，就由佢去繼承，佢就叫阿里啦。阿里咧就係12伊瑪目嘅第一位，伊瑪目咧就係什葉派嘅宗教領袖，就係最高領袖啊，就係佢繼承嘅。咁所以呢個就係遜尼派同埋什葉派最大嘅分別。而今次嘅政府倒台咧，就因為咧佢本身係什葉派，而喺什葉派裏邊咧係一個異端嚟嘅，就叫阿拉維派。阿拉維派佢有咩主張咧？佢係主張第一位嘅伊瑪目咧，阿里係神人二性說，佢既係神，亦都係人，係二性嚟嘅，喺個身體裏邊咧有2重身份嘅。咁同時間咧，佢哋係相信三位一體嘅。只係將聖經嘅三位一體擺喺伊斯蘭世界裏邊，但係由於佢吸收咗大量基督教嘅思想咧，所以咧佢哋主張係同基督徒和平共存嘅。過去嘅內戰或者53年嘅專制管治咧，但係喺敘利亞有10%咧係基督徒，而有3%咧係德魯茲人。呢個德魯茲人咧喺中東咧亦都係個奇葩嚟嘅。德魯茲人係咩意思咧？德魯茲人咧佢理論上係伊斯蘭教徒。但係咧，伊斯蘭教徒卻不承認佢哋。咁點解啊？因為咧，德魯茲人係主張可以崇拜耶穌基督嘅，亦都主張咧輪迴同埋相信佛祖嘅。簡單嚟講係實用主義啦。佢哋有咩神都會拜嘅，任何宗教咧都會吸納嘅。咁喺呢個嘅敘利亞有3%，雖然係穆斯林有87%，但係87%裏邊咧有60%係嚟自遜尼派嘅。而當權嘅阿拉維派只係佔12%啫，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係以少數去管治多數。而2011年以嚟嘅內戰啊，除咗地緣政治，除咗國際關係之外咧，軍閥混戰之餘更大嘅程度咧就係宗教上嘅撕裂啦。因為咧喺呢個嘅敘利亞嘅北方咧，宗教山頭林立嘅分別咧就係有土耳其支持嘅軍閥。有美國支持嘅庫爾德人，庫爾德人咧係堅定反對 ISIS， 所以獲得美國嘅支持噶嘛。同時間咧亦都有土耳其支持。呢啲咧就係遜尼派嚟嘅。其實 ISIS 咧都係遜尼派。ISIS 嘅其中一個 S 咧就係敘利亞嘅意思，都係遜尼派，只係遜尼派裏邊嘅極端組織。所以咧一般主流嘅遜尼派咧係嚴厲打擊呢個 ISIS 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喺土耳其支持嘅叛軍同喺美國支持嘅庫爾德人咧，其實都係各懷鬼胎喎。因為咧庫爾德人所主張嘅世俗化一啲，所以美國咧理論上先至因此會同佢溝通到就主張世俗化一啲咁啊。土耳其支持嘅遜尼派咧就係主張伊斯蘭世界主義嘅。伊斯蘭主義其實就係同 ISIS 或者阿爾蓋達咧可以話係系出同源。同今天嘅阿富汗人咧，亦都係相類似嘅，所以今天嘅叛軍攻咗入去咧，其實咧就係呢個嘅 HTS 就早已經俾英國、美國、歐盟、聯合國列為恐怖組織，即係由被視為恐怖組織嘅叛軍攻入咗相對包容性強嘅阿薩德家族嘅大馬士革。咁中東會唔會因此而變得和平咧？即使咧呢個 HTS 咧近年就希望同呢個伊斯蘭國係切割啦，咁就主張佢哋都係走向溫和一啲，但係問題佢哋嘅本質
就係遜尼派裏邊嘅伊斯蘭主義啊嘛，即係伊斯蘭主義係反對女人讀書啊，反對女人出街啊，係主張呢一套理論喎，由佢哋去組織臨時政府，佢哋是否能夠同其他嘅遜尼派，包括庫爾德人和平共存呢？能唔能夠同12%原本執政嘅阿拉維派就主張神人二聖說嘅呢個什葉派係可以係商討呢？可唔可以容納到呢個嘅3% 嘅德魯茲人呢？咁呢一點咧都係值得懷疑嘅。所以有一啲人就幻想今次叛軍攻入，哇，近東就和平啦。我認為呢種講法咧係對整個伊斯蘭世界咧係缺乏咗理解嘅。嗱，所以有啲人咧以為內戰咧就係結束，就等於咧呢個嘅中東會和平呢個嘅並唔會因為咧佢宗教嘅問題咧就錯綜複雜啊。咁其實咧而家嘅伊拉克就係以什葉派為首噶嘛，佢同伊朗一樣係世界上咧最大嘅什葉派嘅一個陣營。咁但係以往我哋熟悉嘅一個獨裁者咧侯賽因薩達姆其實就係遜尼派人嚟噶。咁所以咧，以往咧就係長期由少數嘅遜尼派去壓制喺多數嘅什葉派，而造成咗咧呢個伊拉克長時間嘅社會撕裂同埋被打壓啊嘛。咁所以到薩達姆倒台啦，遜尼派咧亦都係靠邊站喎。然後什葉派而家係成為咗主流啦。咁但係問題喺伊拉克仲有好多咧係遜尼派嘅人啊嘛，其中咧庫爾德人就係啦。庫爾德人咧係主張咧庫爾德分離主義嘅，主張咧庫爾德人咧要自治，甚至乎係建國嘅，所以就導致到伊拉克咧喺呢個嘅喬治布殊入侵咗之後咧，至今內戰仍然不斷，就係因為宗教問題。所以同樣道理喺呢個敘利亞咧，今次亦都有一批嘅庫爾德人咧喺東部係軍閥割據咗嘅。所以啦，而呢一批嘅庫爾德人咧，同土耳其支持嘅叛軍今次攻入去嘅 HTS 咧，又係南轅北轍嘅。所以佢哋將來組成咗臨時政府、聯合政府，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咧？以伊拉克嘅經驗咧，似乎係難以維持嘅。咁所以咧，雖然咧今次嘅阿薩德家族倒台，其實對呢個嘅俄羅斯嘅影響打擊係最大啦。因為俄羅斯咧就會失去咗黑海一個重要嘅軍事據點，亦都失去咗咧絕無僅有，剩翻極少嘅盟友。而家俄國嘅盟友其實得翻中國、朝鮮嘅啫，古巴嗰啲係聲援一下嘅啫嘛，呢個嘅委內瑞拉嗰啲係聲援一下嘅啫，主力咧就係嚟自阿薩德家族嘅敘利亞，佢係倒台噶啦。咁同時間咧，伊朗亦都少咗一個堅定嘅盟友因為喺伊朗嘅構想裏邊咧，什葉派就一齊共同團結起嚟，伊朗、黎巴嫩以及呢個嘅敘利亞。咁伊拉克咧本身咧都理論上係什葉派嘅，但係因為咧伊拉克咧嘅國際勢力咧亦都錯綜複雜由聯合國接管咗一段長嘅時間由呢個嘅英美以及西班牙等等嘅駐軍咧亦都有一段長嘅時間，所以咧伊拉克唔係咁容易咧完全咧係靠攏伊朗。咁但係咧喺伊朗嘅構想底下咧，呢個就形成一個新半月灣嘅陣營就係伊朗為核心，然後咧就係敘利亞同埋黎巴嫩去抵抗咧以色列同埋西方嘅陣營。咁而家佢倒下咧，呢個對於以色列巴勒斯坦嘅戰爭咧，以色列可能咧亦都因此佔咗上風。對中國有冇咩影響咧？中國嘅戰略伙伴咧又倒下一個。咁但係問題，中國一直係長期經濟補貼佢哋嘅，所以咧佢哋倒下咧對中國嘅財政咧可能會健康一啲咁但係咧妄想認為敘利亞嘅難民可以翻去，咁敘利亞咧去英國嘅難民或者去歐洲難民咧，其實大部分都係遜尼派，因為佢哋係被打壓嘅一群啊嘛。由遜尼派雖然喺敘利亞嘅多數，但係咧就係由阿拉維派少數去管治，所以咧逃難嗰啲多數都係遜尼派。咁而遜尼派咧雖然喺溫和嘅主流遜尼派咧係佔多數，但係遜尼派裏邊咧極少數咧就係激進嘅伊斯蘭國或者阿爾蓋達或者係呢啲基地陣營，呢啲極端嘅組織，其實咧就已經咧早滲透咗英國同埋歐洲，以難民嘅身份滲入去。有啲真係做難民，亦都有一啲係滲透入去嘅。咁所以咧要佢哋咧
翻去敘利亞咧，似乎係非常之困難嘅。第一，有啲咧，如果唔係有一個好嚴格嘅信仰嘅人咧，可能喺歐洲覺得生活就更加好啦。喺英國亦都可以多生育啦，有福利啦，係咪啊？可以咧繼續喺英國咧建立佢哋嘅伊斯蘭世界噶嘛，將英國伊斯蘭化咯。咁啊，而攞咗福利嗰啲人，梗係唔會翻去噶啦嘛。咁反而咧就係有一啲咧有極端思想嗰啲人，可能喺歐洲繼續會傳播思想，所以以為敘利亞政府巴沙爾倒台就等於天下太平咧，呢個係妄想。同時間咧，中國嘅陰謀論咧就話係老美搞出嚟，呢個好明顯就唔係啦。喺敘利亞咧，一直就係中俄同埋伊朗支持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嘅。中國咧就係經濟上嘅支持，俄國就係軍事上嘅支持。伊斯蘭世界嘅什葉派咧就係喺宗教上嘅支持，先能夠維持到13年嘅內戰啦。咁啊，所以佢哋話再話係老美搞出嚟啊，阿拉伯之春咧，呢個好明顯係缺乏常識啊嘛。因為阿拉伯之春裏邊倒台嗰幾個都係美國嘅盟友嚟嘅，就並不是這麼簡單去介紹去總結。咁所以呢個伊斯蘭世界咧錯綜複雜啊。關鍵就係如果唔去宗教化，唔能夠將政教分離，或者唔能夠將宗教喺人民生活裏邊咧係降低，咁啊中東同埋近東嘅戰爭咧，亦都唔會一下子停止。過去已經打幾千年噶啦。其實喺聖經裏邊咧，呢個嘅敘利亞就係古亞蘭啊嘛，亞蘭王國就同以色列嘅大衛王啊，佢哋經常咧係有衝突嘅。咁但係後來咧，以色列咧一度係基督教化咗嘅。呢個使徒保羅咧都係咧去以色列嘅途中咧見到耶穌嘅光，最後咧信主嘅。咁所以敘利亞喺中國歷史喺呢個宗教歷史上面咧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力。直至到去後來公元6世紀啦，呢個阿拉伯帝國嘅崛起，薩珊王朝嘅倒下，整個近東同中東咧都變成咗伊斯蘭化。咁所以以前咧喺敘利亞或者近東咧好多都係拜諸神，或者係拜呢個黑暗光明二神嘅所羅亞斯德教，就慢慢變成咗今天嘅伊斯蘭化啦。但係咧敘利亞就保持咗伊斯蘭裏邊嘅一個少數派，就阿拉維派，呢個就係關鍵。阿拉維派咧本身係較包容世俗化啲嘅，咁但係問題係阿薩德政權咧就係雖然佢哋本身嘅宗教上係溫和一啲嘅，咁但係咧本身佢哋係獨裁者啊嘛，所以啊佢哋嘅父子甚至乎而家巴沙爾總統嘅弟弟就喺敘利亞咧多次血腥鎮壓，多次咧造成人道嘅災難，甚至乎就被指控用生化武器啊嘛。所以點解聯合國點解全世界都要制裁敘利亞係多次俾聯合國制裁喎？但係中國仍然喺經濟上咧支持，投資大量嘅金錢維持呢個嘅阿薩德家族嘅管治。而家中國咧呢啲錢當然係打咗水漂啦，血本無歸。但係要搞清楚到底邊啲人係搞亂近東、搞亂中東嘅元兇，呢一點咧一定要搞清楚嘅。以色列得到美國嘅資助，得到美國嘅支持，呢一點係毋庸置疑啊。咁但係敘利亞都得到中俄嘅支持噃。咁啊唔係你做初一我做15嘅喎。如果你話你做初一我做15，你都要承認呢一個局到底個責任屬誰？好嘛，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聽咁複雜嘅伊斯蘭世界史咧有一啲嘅得着，因為咧我用咗3-4日嘅時間大量閱讀咗有關嘅史料睇咗整套伊斯蘭世界史，睇咗大量嘅論文，先獲得今日嘅資訊出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join Patreon、join YouTube 嘅會員，知識有價，15蚊美元咧就可以無限重溫翻我 Patreon 以往嘅一啲嘅課堂噶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用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拜拜。